本以为动作很大，没想到一场声势浩大的英国航母编队南海挑衅之旅就这样暂时告下一段落。早从去年开始，英国方面就为这样的一场挑衅造势，称这是英国皇家海军近30年最大的海外部署行动，言语之中大有恢复日不落帝国的荣光的野心。而后英国官方更是主动喊话中国，让中国不必为英国的南海部署行动感到紧张，甚至还意图听从美国的怂恿，进入南海岛礁12海里进行挑衅。这样接二连三的危险发言也让外界一度担忧，这次英国一定会在南海兴起波浪。然而事实却是，英国航母编队中规中矩航行了6天后就离开了南海。据中时新闻网报道，日前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舰队首次通过了巴士海峡，并一路北上。美国安德森空军基地司令表示，未来几周英国军舰将会抵达关岛港口。不过此前也有声音表示，英国军舰将会停靠日本，至于是先去哪里，目前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军舰离开南海后一路受到解放军军舰的跟随监视。我国军事专家表示，这次英国军舰南海挑衅为中国海军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也即了解别国新型航母的机会。因此我军要好好利用好这个不远万里而来的陪练。某种程度上说，我军的这种态度刚好彰显了我军强大的战略底气。英军挑衅最终却让解放军尽展威风，而这样的结果也引起了英国国内的深深反思。英国保守党议员托比亚斯·艾尔伍德表示，中国正走上比美国更强大的道路，在面对英国军舰挑衅时，中国并没有选择退缩，这似乎打破了英国对中国的固有偏见，也让该名议员反思，也许西方很多人都不了解中国。托比亚斯紧接着表示，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它取得的发展成就令人难以置信，在未来的经济、军事、科学技术上，中国可能会比美国更加强大。那么从这一角度来说，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英国军舰这次南海挑衅之旅实则是为中国铺路，为中国重建战略威慑力铺路？从目前来看，尽管中国军力发展突飞猛进，但是一些自视强大的西方国家仍然对此没有丝毫畏惧，而中国这次用实际行动向英国证明了这一切。在未来，中国的战略威慑力必定会得到更多的证明，到那个时候，中国周边的挑衅势力一定会越来越少。在美国副国务卿舍曼结束访华之旅后，本以为中美关系会就此开始回暖，但是没过多久，美国方面又开始接连爆出大动作，件件都是大事儿。根据美国军方最新声明称，日前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日前将开始一场声势浩大的军事演习。不同于以往，这场演习规模空前，将涉及全球17个不同时区的部队，被称之为美国40年来最大规模的一场演习活动。除了涉及的范围广之外，其参演人员规模也十分庞大，将会有大约36艘军舰以及50多个虚拟单位参加。而除了军演这一实战动作外，美军还展现出了2大备战动作。据悉，近日美军亮出了 B-52 战略轰炸机的家底，也即所谓的开箱照。值得注意的是，在 B-52 公开的各类弹药中，既有常规武器又有核武器。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这一动作传递出来的信息十分明显，美军轰炸机威力十足，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发动进攻。如果说这些动作针对意味还不够足的话，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动作足以说明一切。根据美国媒体自己的推测，美国很有可能会将最新研制的 B-21 轰炸机外销。我们知道，尽管美国是世界头号军火商，但是对于一些尖端的先进武器，其还是十分谨慎的。即使是选择外销，对象也只会是他的亲密盟友。但是这一次不同，据悉在 B-21 的外销潜在客户中，印度也被考虑其中。美媒表示，之所以考虑印度，很可能是美国想借着这款轰炸机让印度帮助对抗中国，而一旦成为现实，这件事究竟有多麻烦呢？所谓的 B-21 轰炸机被认为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最危险的战斗机，而美国则有意将其安排在中国周边，包括销往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提到这些国家，大家绝对不会陌生，这就是所谓的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直白来说，就是美国在印太构建的用来遏制中国的小圈子。基于这3个动作，或许我们可以认为这是美国想要同中国开战的节奏。但是俄罗斯专家指出，这是中国越来越让美国紧张的表现。他们担心越过这一条临界线，所以才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威慑动作。但不管是哪一种说法，或许正如金灿荣专家所说的那样，
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做一道证明题，证明中国强大的军力，只有证明好了，一切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近日，美国海军上将罗伯特·博尔克公开发出警告，声称北约军队有权对俄罗斯舰队开火。据该上将的说法，一旦指挥官认定俄罗斯军舰存在威胁或者挑衅，那么北约将可以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对俄罗斯军队开火。这位美国上将在当前国际局势紧张的时候呼吁盟友先发制人，背后的目的显然并不简单。俄罗斯是什么样的国家，世界各国再清楚不过。自俄乌冲突以后，北约便以支持乌克兰为借口，频繁派出军舰到黑海挑衅俄罗斯。而黑海对于俄罗斯来说，无异于是底线，别说直接闯入，就连单纯的穿越都需要得到俄军同意。就拿今年6月份，英国一艘4-5型驱逐舰进入黑海一事来说，该舰故意深入克里米亚半岛领海范围内，距离海岸线仅8海里。对此，俄军进行开炮驱逐，双方因此差点交火。作为战斗民族的俄罗斯向来强硬，就连面对美国都敢直接开火。倘若北约真的听从白宫的话，那么下场可想而知。顺着这个角度来看，这次美国海军上将很可能是在憋大招，怂恿北约对俄罗斯开火。值得一提，自英国军舰此前在黑海遭到俄罗斯军方开火驱离以后，美国方面便鼓动盟友对俄罗斯军舰开火，还多次释放美军给他们撑腰的信号。如此说来，不管是之前还是现在，美国的目的都非常清醒，利用所谓的盟友来为自己冲锋陷阵，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北约若冲在最前端，主动向俄罗斯开第一枪，那么美国就会有很大的处置自主权。一方面，美国可以趁乱谋利；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北约和俄罗斯间的冲突向俄罗斯施压，从而在调解的过程中赢得最大的利益。说白了，这就是美国常用的借刀杀人的手段，利用盟友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真不知道该说美国聪明还是狡诈，将最大的风险留给盟友，自己躲在后面。身为美国盟友的国家，怕是要寒了心。不过对于俄罗斯来说，不管是白宫还是北约，一个都别想跑。此次俄罗斯在第一时间出动大批导弹发射车，并机动到发射阵地，做出随时准备发射导弹的模样。俄罗斯军方的动向瞬间引起白宫的震动。白宫提醒北约，允许对俄罗斯军舰开火，很可能闯下大祸。而更让美国人没想到的是，传言在该消息传出以后，中国却被逼上了梁山。有不少人呼吁，中国是时候该添一把火了，可与俄罗斯联手一锅端。美国向来怕中俄抱团，倘若这次真的因此促成，同时对抗2个大国，这一仗根本没法打，不用打就知道结果。届时不知道美国是该哭还是该笑呢？现代战争对于导弹的打击能力要求越来越高，为了提高导弹的生存能力和打击能力，很多国家都在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研究。美国作为目前唯一的超级大国，自然也会对其进行研发。据悉，美军还叫嚣他们的高超音速武器能够在半小时内打到中俄。不过，美国在研发过程中似乎是遇到了难题，屡次试验失败。据美国空军官网披露的消息，美军高超音速导弹在与轰炸机进行分离之后，发动机并未成功点火，最终导致了导弹坠毁，测试失败。加上4月5日的首次失败，美军在高超音速导弹试射方面已经遭遇2连败了。此前有消息称，美军希望他们的高超音速武器能够在30分钟以内打到中俄。随着美国这次试射失败，这一梦想也宣告破灭。而几乎同一时间，俄罗斯却宣布他们的新一代防空导弹系统 S500 已经完成研发，并且俄罗斯军方在第一时间就采购了10套。据环球网报道，俄罗斯将在2022年上半年开始陆续接收10套 S500 防空系统。据俄媒此前透露， S500 是目前全球唯一能够拦截高超音速导弹的反导系统，也将是全球第一款列装服役的高超音速武器防御系统。这边美国高超音速武器试射遭遇2连败，那边俄罗斯却宣布即将服役高超音速武器的防御系统。这么一对比，美国和俄罗斯差距未免也太大了吧？俄罗斯能够成功研发 S500， 其实也在意料之中。俄罗斯自主研发的锆10高超音速导弹早就服役了，所以俄罗斯很可能在测试 S500 的过程中成功拦截了锆10高超音速导弹。这也就不难理解俄罗斯为何如此自信地宣称 S500 能够拦截高超音速武器。而美国想要凭借高超音速武器半小时打到中俄，先得问问俄罗斯答不答应。有人要问了，
既然 S500这么厉害，那中国要不要买？这个答案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同俄罗斯一样，中国肯定也对如何防御高超音速武器有着深入的研究。我们火箭军装备的 DF-17就是一款高超音速导弹。毕竟作为世界上仅有的2个装备超高音速武器的国家，必然对这一武器的性能及威力有着详细的了解。有些人认为，我国已经拥有了自主研发反导系统的能力。我国红旗系列反导系统并不落后，所以与其花大价钱去购买 S500，不如把钱投入在自主研发上面，再避免了在战时会被别人卡脖子的风险。也有人认为，既然俄罗斯已经研发成功 S500了，我们可以先买几套优先使用，等到熟悉其性能之后，届时再研发我们自己的反导系统，这会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不管哪种说法都有道理，但是不能因为想着从俄罗斯购买 S500就放弃了自我研发，毕竟自身强大才是硬道理。相信随着中国不断的发展，相信我们也会拥有我们自己的 S500，届时就算美国高超音速武器研制成功，半小时打到中俄的梦想也终将会成为泡影。